世人总说东北军一枪不放丢3省，这话压在东北大地几十年，可真相根本不是这样。你听听黑土地下的中横故事就知道，这是对中国抗战史最大的误解。1931年9月18日夜，沈阳炮声一响，东北军的枪早被国民政府不抵抗命令拴死了，不是不敢打，是枪口被等国联调解的荒唐指令堵着，但命令管不住爱国心啊。辽宁的黄显生直接把不抵抗撕了，连夜召集警察，在沈阳街头架机枪打日军装甲车。黑龙江的马占山更硬，当着将士摔了电报，但东北人不当亡国奴。11月4日，江强的冰天雪地里，他带装备落后的部队，用步枪大刀抗日军坦克重炮，打了16天。这可是中国抗日第一枪，比淞沪抗战早整整1年。还有那些没名没姓的官兵，有的爆炸要爆破坦克，有的阵地丢了就对着东北磕个头自尽。他们听的不是不抵抗是守土的本分。日军以为占了沈阳、长春就稳了，错了。没3个月，义勇军红旗插遍长白山、松嫩平原，农夫放下锄头拿镰刀，工人丢了扳手扛土枪，连学生教员都钻山里。100多万东北儿女，没军装没弹药，就凭宁死不做亡国奴。他们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型。关东军够精锐吧？在义勇军面前仗赤壁。杨靖宇带抗联在长白山，冬天啃树皮嚼棉絮，零下40度打游击，日军悬赏万元抓他，连一脚都摸不到。后来东3省陷了，30万东北军转战全国，台儿庄战役，51军死守，一个营打完只剩10几个。淞沪会战，吴克仁军长冲最前，中了数弹摔下马，手里还攥着还我东北的布条。这30万人出去时是青年，抗战胜利能回家的就几千人。日军在东北的罪更别提，实验馆、解剖台藏着冤魂，抚顺万人坑埋了10多万劳工，可劳工死前还可抗日，逃出去就加义勇军。很多人说抗战8年，东北人记得他们的抗战是14年，从1931到1945没停过。他们没一枪不放，是用14年血肉长城挡日军，没丢3省，是把每一寸土地都变成日军的噩梦。如今长白山的雪还在下，松嫩平原的风还在吹，忠魂还在听过歌里的起来。这片土地该永远记得，东北的骨头印的这侵略者的刀，东北的热血能容零下40度的冰。向义勇军致敬，向东北军致敬，向所有抗战烈士致敬，你们的功勋与世长存。